有次真的吵得非常非常凶，我直接离开门出去，然后不接电话，就这么严重。然后他在家里，他就跟我说，这是他的地雷。他说再怎么吵都不可以。大家好，我是布莱尔，今天来久违的聊聊爱情，因为我有跟大家说，我自从就是有稳定的感情状态之后，很少去跟大家聊，因为毕竟我以前聊感情都是比较是自己的深刻感受，去萃取出的那种很多可以说醒悟吗？还是很多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但今天我们会想分享的是，因为那感情到了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一个阶段的可以说是问题，或是每一个阶段得面对的情况。那我跟男子最近就是不瞒大家说，我们2年到2年半这个区间吵架次数真的是，我们一度觉得我们为什么每天都在吵架，而且那种吵架是我刚刚在写脚本，完全想不到我们某一次大吵是为了哪一件事情，小不拉几就小到我现在怎么样都想不起来，但是我反而可以深刻的记得我们每一次和好的画面。也因为有以上的心路历程，到现在我们已经3年了，我觉得已经过那种每天吵架和好的阶段，现在已经升华到另外一个层次，是你已经知道彼此会因为什么不开心，会知道自己的点，我觉得蛮值得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小故事。那同时呢，因为我收到这本书叫做《在一起不是让你假装幸福，挥别恋爱焦虑的25堂感情成长课》，我发现我每次讲书，只要是关于感情，都不是我会拿出来看的，就我之前每一支影片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标题啊，不太是一个。你懂，但就是因为都到我手上了，然后翻一翻，然后又有我很多认识的好朋友他们的推荐，发现原来它是一个很值得变成一个算工具书吗？因为它是很多表格或者很多自省，或者是跟自己对话的过程。然后它的作者呢是叫做马纳雄，他是一位资深的諮商心理师。这本书主要讲的比较多的是感情在走到一段过程过后，你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瓶颈？不管是感情冷淡啊、吵架啊，甚至是有情敌出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适合，就是在一起大概2、3年、3、4年、4、5年，你每到一个瓶颈拿出来，这样提醒一下自己的书。那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呢，是在一起久了，我觉得这一支影片大家应该也会躲在被子里面偷看，就不敢让对方看到你在看这支影片。但是我来拯救你，就是在一起久了之后，怎么会没有当时候心动小鹿乱撞的那种心跳砰砰的那种感觉？首先我们要探讨的心动感消失，其实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可能爱很浓烈，但是喜欢的感觉淡掉了，或者是找不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4个重点，非常非常多的方法来找回你现在失去的那种心动感。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第一大重点呢是个人界限。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必然是一个拥有界限的人。这个我觉得我也蛮有感同身受。你觉得我是一个有界限的人吗？原则或者自己的点。对，因为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人。这本书有说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要有界限跟原则，你才会有魅力的那个加分感。比如说啊，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 OK， 什么都好啊，你反而没有说出你想要、你期待，或者是你很有想法的那个样子。对，你等于是失去了那个自己的主见。但是呢，像我自己的案例，就是我是一个在什么事情都很有主见的人，所以很容易造成冲突。像我跟我另外一半，就是我们两个都太有主见了，所以会变成冲突很容易一触即发。怎么样在这个界限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又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舒服，觉得被尊重呢？其实我从刚刚我说我们每天都在吵架，到现在我们有个找到非常好的沟通跟平衡，这个转捩点，我觉得很大一个部分是我看开跟放开一个我们原本一直都知道的事情，只是我们知道归知道，我们放在心上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件事情呢，就是爱情这个关系本来就是来自于2个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工作经历，甚至是各自拥有自己的个性啊、专长啊、兴趣啊、朋友圈啊，还有生活习惯。就是再合的人，难免都还是有一些观念上面不一样，或者是想法上面的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没有啊，我看到某些人都很少吵架，然后很多人觉得啊他都好，我觉得那个男生好体贴，有什么都好。可能是你口中的那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界限，在这个没有界限的情况下，很容易让对方觉得你很没有魅力。也因为你想要讨好对方，也因为你不想要挑起纷争，所以你压抑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书里面有讲到，可能你
上班很累，下班之后可能对方要你去接他回家，但你就是已经真的很累，然后就说好啦就去接，但是你可能日月累积下来，你自己也会压抑住那个情绪，觉得为什么我是工具人？但因为你从来不会是心甘情愿的，那你一定会觉得我也没有不想去接啊，只是我内心比较想要待在家里。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他沟通，可以跟他说，宝贝，你可以坐车到家里吗？我可以帮你叫 Uber， 我下去接你也可以。它可以是一个折中的方法，你不一定要什么事情都是迎合对方，都不需要去阿谀奉承对方。那如果再看影片里，就是这种好好先生、好好小姐，教你2个方法，就是别急着说出没问题。8点下班来接我可以吗？没问题。我要买这个游戏机可以吗？没问题。我今晚跟朋友去吃饭，我要喝酒可以吗？没问题。你明明刚刚那3题，你都觉得有问题，你都觉得我有点累，我今天可能不方便去接，我可能心里觉得想要用这笔钱去存我们的旅费，好不容易快存到，你还把这笔钱拿去买游戏机，你可能心里有这些声音，或者是你明明就觉得他已经连续跟朋友出去外面5天了，明明今天你们2个人的 quality time 他还出去，你就是心里有很多不甘，你还是觉得没问题，但你刚刚一切都 OK 回来，还是感情很好很轻松，可是你可能在压抑自己之外，你没有这个界限，会让你慢慢渐渐的失去你的魅力，不会因为你什么都好，让对方觉得珍惜你的好。第2个呢是别急着说没关系，这种情境呢是伴侣可能真心的跟你道歉，跟他真的可能做错事情，那你就直接说没关系。有时候你还是要表现出你的立场，说不是说生气，而是说我真的在乎这一点，我们来好好沟通，而不是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你要让他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不要一直让他去挑战你的界限，然后也不要让他不知道你的界限，你心里一直被挑战到，然后你一直压抑自己。像我跟男子就是2边各自界限超级明确，跟地雷超级多的人。我们在大概约会前3个月吧，就会直接说，什么是我地雷？什么是我地雷？但有时候只是讲，真的到吵架的当下，或者是闹不和的当下，你不会意识到这个是你的地雷。那我打个比方，有一次真的吵得非常非常凶，我直接离开门出去，然后不接电话，就这么严重。然后他在家里，当然之后就和好啊，他来找我啊，怎么样？后来和好一切之后，他就跟我说，离开他的视线，离开家里，拒绝他的所有联系，这是他的地雷。他说再怎么吵都不可以搞消失，都不可以离开。他很明确跟我说，可是这可能不是我的地雷啊，因为我就觉得我离开就表现的我就是很生气，那我可能可以反面跟他说，某一次吵架也是，就是他就是可能情绪跟态度上有一点点大声的吼我，然后我就是一个。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吼过我，就是你凭什么吼我？这种连我爸妈都不会吼我那种，这是我的地雷了。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好像就是因为他吼我，所以我离开家门，串在一起了。Anyway， 后来就是真的和好之后，但是他心平气和跟他说，但你不能跟他当下就说这是我的地雷，就是他明明在吼，你不能吼回去，你在旁边那边笑着那种讲不下去。我当然在心平气和，就是和好之后跟他说，我好像记得我是哭的说，就是你这样吼我，我觉得很伤心，然后这是一个我的地雷，因为这是一个我难过的界限，你真的伤到我的心了。那以上这一段的重点就在讲说，我们要表达界限，保持弹性。就那个界限不是说就死的，就在那边，好，你踩到了，我们就分开，就闹翻就分手，而是这个界限是可以退一点，然后让你一点，下一次你可以让我一点，这个界限它是可以很弹性被调整的。第2个保持心动的秘诀呢，就是外在形象。我大概已经有800支影片在讨论外在形象了，不管是仪容啊，或者是颜色、色彩鉴定啊，这5年拍过太多，网络上有很多内容跟学习的方法管道在探讨外在的优化。但这边有一个重点，我想要强调的是，他说一辈子不能只能帅，或是每一天，就是你们约会的那一天，然后后面就是都熟，都是他看过啊，随便啊。当然这种时候还是会有，因为你在家里就是做自然的自己嘛，我也会啊。我有一次看电视，脚就是整个反过来翘在沙发上，反而男人走过来，他会说你这样子好可爱哦。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怎么做成这样子？我不会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形象，我只会觉得我自然样子被他欣赏。但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起床就是真的很丑。我有意识到说，我不能因为枕边人就看过了，而一整天就长这样子。我会注意到说，我还是想要表现我觉得舒服的样子，不用到完全精心的装扮啊，而是你舒服你自在，不会让对方觉得随便。那除此之外呢，这个篇章书里面有讲到很多细节，比如说室内约会啊、室外约会啊，适合穿什么，在家也要顾形象，就是我刚刚说的。还有提到平价的品牌是打理穿搭的好朋友，因为毕竟在家里嘛，你已经相处这么久，你不可能为了要衣装打扮买的很贵衣服，你也可以买一些平价品牌，偶尔用一些比较厉害的啊，然后偶尔用战袍啊，那种点缀自己。第3个保有心动方法呢，就是上
进心就是这么重要。好像在一个探讨我自己的择偶标准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第一名就是才华，第二名就是上进心。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如果魅力是可以这样挤出来的话，上进心就是你上进就挤出来，你上进就挤出来，这个比喻是对的。是啊，上进，上进，就上进心啊，魅力这样一直散发出来，这也是一个盲点。我们大家会觉得，哎呀，他对我不心动了，我让他喜欢，我就一直打理自己，然后弄得很漂亮，对方还是没有感觉，因为你就是在原地。除了外在之外，内在也非常的重要。但也有很多人上进心会联想到赚很多钱啊，收入很高啊，换更好的工作啊，爬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啊。其实不然，上进心不单单只有用金钱去衡量。那在这里呢，我很喜欢书里面分享这个方法，就是产生上进心的根源呢，是画出你的职涯蓝图。那在这之前呢，作者也先用了这4个问题来帮助找寻人生目标的方法。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希望的工作模式或是内容是什么？我想要接触的人事物，或者是想增加的经验是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乍看之下，是不是以上4个问题非常难回答？这本书里面直接帮你做了一个表格，后面有一个范本，然后你透过它的范本再去填满你自己的表格。我觉得对自己找到明确的目标是很有帮助的。这里我也很喜欢书上的一句话：所谓的上进心，不一定是要创业赚大钱。喜欢平稳安定过日子的你，选择了朴实不凡的工作，人可以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中设定目标，也许是升职加薪，或者是培养其他专长、兴趣，甚至是经营自己想要的生活形态，都是很棒的。第4个大方向，最后压轴呢，就是生活经验。里面就说哈，什么叫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可以怎么样增加我的行动能力，或者是增进我们的感情？不管是你过去的生活经验，还是未来的生活经验，还是你现在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这有点其实就是你要无限的扩充自己的见识，或者是扩充自己能够分享的东西。因为2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大家会太了解彼此，然后你知道什么，你也全部都分享过，你会觉得这个人我看透了，就会觉得就是你就是这样。可是你有没有同时注入 input 一些东西，让很多东西 output， 然后2个人是非常非常互相的。你需要花时间经营生活，让你的生活过得精彩丰富，才能提升你的爱情。那增加你的精力优势1，你们有聊不完的话题，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如果你今天下班之后会去上瑜伽课，然后你上完瑜伽课上了2、3堂，就会很多心得，你就可以跟老公或者另外一半分享，或者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一支影片，无论是学习还是这是看剧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会一直扩充，你会在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可以产出或者可以去分享，进而会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甚至我很推崇2个人去找共同的兴趣，而且是要新的，一起去学新的事情，一起去滑雪啊，一起去做手拉胚啊，一起去培养新的生活乐趣。优势2是拓展对方的世界。你想嘛，2个人互相一直扩增自己，然后互相这样分享，你等于是同时双重扩充的概念。这边一定会有人问说，如何拥有精彩的生活呢？我就是平常就是已经朝9晚5，下班就已经很累，就想要追剧，我就是不想要那边扩充，不想要怎么样了。书上也会教你一些方法。第一个呢是时刻检视调整心态。扩充生活不一定是一定要学什么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在过你当下的生活，你认真活出你的生活，它就会是很棒的养分，很棒很值得分享的内容了。第二个呢是规划时间才有时间。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影片主题可以分享，因为关于规划时间，我有非常多的体悟跟感触。然后因为大家很多人会敲碗我的时间管理啊，或者是我平常是怎么运用的。简单来说，你懂得规划时间，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运用，更多的时间去发挥。好啦，以上呢就是让你们2个人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但是已经失去心动的感觉的4个方法，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引导。里面呢，作者还分享了很多，像是吵架的时候越吵越凶怎么办，或者是对方一直说你赶快把话说清楚，可是我就是不想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被逼着想要说出很多话，又或者是对方一直说你冷静好不好，自己会不小心变成那个逼迫人的那一方。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OK， 我长得漂亮哦。这可以放下去。可以。表达界限，保持弹性。等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你在让我像我平常是这样都很自然，而是这个界限可以连续。你这可以剪进去吗？真的好好笑。
很会开箱，让我有点参与感。对，但是你的开箱又是我很没兴趣的东西，是，所以我也要开箱一些你没兴趣的东西，互开没兴趣的东西。那你要确定观众是有兴趣的，确定？不确定哎，还真的不确定哎，还是你们就投稿说你们想看我开箱什么，看他开箱什么，就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我超不会介绍。我觉得反过来，应该是大家想要看我带什么东西给你开箱哦，然后你给我的东西怎么开箱，因为